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每个人都意识到，虽然局势动荡不安，他们依然能拥有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独立。在这一瞬间，这便是无价之宝。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心4啊。那么最近我们也是玩了新 DLC 诸神黄昏中的所有更新国家，当然更新的国家我们都玩了一遍，但并不是所有更新的内容都玩了一遍，因为有些内容我觉得比较乏味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还是来玩一下模组。今天玩的模组简称可以叫做 KX， 它是跟之前我们玩过的 KR 模组有些相似的，它原本是 KR 的一个子模组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模组。今天的 KX 我们就先来玩一下爱尔兰。自爱尔兰挣脱昔日霸主，赢得独立已过去了数年，然而一场震动了英伦三岛的革命，又将这一新生的独立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其国内的政治氛围也已是暗流涌动，一触即发。虽然迈克尔·柯林斯和其政党在历届选举中所向披靡，但即将到来的1937年大选还是激起了各方反对势力的斗志。保守派、社会民主派纷纷发难，欲一把将大块头拉下马，而那些激进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翡翠之岛都有可能卷入另一场惊涛骇浪之中。开局一些基本的操作我就省略掉了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迈克尔·柯林斯。虽然自1921年掌权以来，作为独立英雄的柯林斯依然名声在外，但他对爱尔兰人民的影响力无疑在逐渐丧失。10多年后的如今，许多爱尔兰人已经厌倦了他，认为他只是一个老古董，仅仅凭着作为英雄的地位，而不是依靠任何具体的政策才能继续掌权。随着爱尔兰经济持续恶化，他不得不向民众证明，他确实要有提上日程的政策。迈克尔·柯林斯是爱尔兰的救世主和民族英雄，他凭借着自己的声望得以长期执政，参加了1916年的复活节大起义。为了避免1916年的错误，他在战争中把爱尔兰共和军打造成了一支精锐的游击部队。1921年，他被派去和英国进行谈判，谈判中他威胁会在德国的支持下继续战斗，于是他获取了条约中的全部32个县，但是他并没能争取到独立建国的权利，因为英国人害怕爱尔兰一旦独立便会立即成为德国的小头堡。随后他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党派，即爱尔兰统一党。该党很快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共和国。在英国大革命后，他宣布建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共和国。在英国大革命后，他击败了由北爱尔兰的英国忠诚分子掀起的叛乱。面对迫在眉睫的另一场大战，他主张振兴经济，重整军备，以捍卫爱尔兰的独立。在这里点击按钮可以来切换查看总统和总理。关于民族精神呢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共和国国防。经过700年的英国统治，爱尔兰人民终于获得了独立。然而，英国和加拿大依然威胁着爱尔兰，如果他们要发动战争，爱尔兰人民就必须准备好进行战斗，用他们的地形、优越的知识和决心来保卫他们的自由。第二个是阿尔斯特问题。北爱尔兰自英国革命后就一直被爱尔兰占领，尽管我们想办法将其纳入版图，但这一过程却并不顺利。此地的局势仍然是爱尔兰政坛上的争议点，而要想让翡翠岛永享自由、远离战乱，我们就必须为阿尔斯特问题画上句号。第三个是分崩离析的政界。长期以来，统一党一直享有爱尔兰民主政治中的不可质疑的一席之地，哪怕在自由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。不过近些年来情况稍有变化，经济局势日益恶化。在统一党大权旁落后，统一党的支持者和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。1937年的选举注定是近期以来最具争议的选举。如果统一党想继续维持其不受限制的统治地位，他们就需要向爱尔兰人民证明，他们同样致力于彻底改革爱尔兰停滞不前的经济和政治局面，并能以此一劳永逸地结束爱尔兰的困境。最后一个是岛对岸的威胁。无数人曾经希望英国大革命能终结肆虐爱尔兰的英帝国主义，然而事与愿违，伦敦的工团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显然走了保王派的老路。我们原以为帝国主义只是大英帝国特有的癌症，但如今工团主义者却只是新瓶装旧酒，使出的伎俩和旧政权并无二致。看来征服翡翠岛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邪念，不列颠尼亚一日不从地球上消失，我们同伦敦间的敌意就一日不会消除。
在看完了爱尔兰的现状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国策，可以发现国策大体上有这么多。我们首先来选择现在的政治问题。尽管已经从英国暴政下获得了自由，但爱尔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，在公众和政治家心中有许多重要而未解决的问题。如果想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，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。10天后，我们完成了现在的政治问题，接下来继续选择团结我们的国家。我们国家的一些主要分裂因素可以通过文化改革方案加以解决，推广爱尔兰语将有助于团结我们的同胞，同时可以逐步解决天主教会长期坚持的爱尔兰价值观和道德观念。我们的青年可以从童子军中获得好处，并且我们的移民人口可以因此更好地融入我们的国家。到了1936年1月20日，我们收到消息，乔治国王逝世。乔治五世，联合王国及其自治领的国王，印度的皇帝，因久病缠身而撒手人寰。大英帝国的残余部分均为此哀悼，爱尔兰却发现自己很是尴尬。不出所料，北爱尔兰和阿尔斯特一派正为他们的国王逝世而哀悼，但其他地区的情绪就有些五味杂陈了。乔治国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亲近爱尔兰的人，他通过批评英国处理复活节起义的办法，在我国独立战争期间还试图阻止英军的滥杀无辜，对臭名远扬的英裔准军事组织更是冷脸相待，哪怕是共和派也会对他种种亲自下场帮助爱尔兰的行为心生敬重。但要论他最能流芳百世的功绩，那就是说服保守党内阁，让他在北爱尔兰议会开幕式上发表那篇演讲不可。他力图在全体爱尔兰人民之间实现和平、宽恕和和解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他的愿望也算成真了。对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，受其背后英国政府的连累，他们对这位旧国王的记忆还是好不到哪儿去。但如果评价他，那他也算是个公认的公平之人。毫无疑问，哪怕是在北爱尔兰之外，也会有许多爱尔兰人表达着哀悼之情。但有人告诫总统，要是他在此时公开表露出任何悲痛之情，则必将在政坛上掀起巨浪。值此国难之时，任何矛盾的冲突都很难改善了。虽然爱尔兰和英国有着不美好的过去，但总统阁下还是要讲话。今天，为纪念爱尔兰最后一任国王乔治五世的逝世，在其幕僚的陪同下，柯林斯总统于都柏林市中心发表了庄严的演讲。他力图发扬国王宽恕和解的遗产，呼吁全体爱尔兰人民团结一心，和平相处，而非刀兵相向，自相残杀。虽然有些死硬的保王党认为他此举只不过是在消费国王的死讯，但北爱尔兰实际上的掌权人对此很是满意，还专门表示了对总统的支持。当然，这篇讲话也在其他地方激起了争议，一些极左极右分子痛斥总统是在向英国暴君卑躬屈膝，刻意美化保王派的形象，但大多数爱尔兰人对讲话并无特别的情绪，这是正确的做法。14天之后，我们继续选择解决教会问题。自总统阁下的统治开始以来，教会的地位一直是有问题的。表面上看，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，但有些人会质疑爱尔兰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世俗国家。现在是时候立法来正式解决教会问题了，这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未来。德国股市暴跌，世界陷入萧条。自从英国大革命爆发以来，我们宣称自己为共和国，并且断绝了和大英帝国的联系以来，爱尔兰的贸易就一直依赖德国和它的势力范围。危机对爱尔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因为德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受到了危机的冲击，要么等到德国经济复苏再维持稳定。更激进的人主张和英国恢复联系，革命者也开始鼓吹革命。这场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失败。虽然经济问题很重要，但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推广爱尔兰的语言。爱尔兰语已经在爱尔兰广泛使用，但是在英国统治时期，它在慢慢衰落，甚至在有些地方已经不再用它了。我们可以鼓励在全国使用它，这能更好地团结我们的人民，并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。对于教会的问题，我们选择确认共和国的理念，爱尔兰永远是个世俗国家。接下来选择爱尔兰经济进步法。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自由，但我们的小小岛屿的经济发展已经停滞了相当一段时间，甚至某些地区已经滋生了腐败。但随着爱尔兰经济进步法的通过，众议院将会授权解决这一重要问题。爱尔兰可能不过是个小小的岛国，但它有着勤奋的人民，它的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今天，1936年4月24日是复活节起义20周年纪念日。许多人曾担心庆祝活动无法如期举行，但总统办公室的一纸公告打消了所有的疑虑。庆典以穿过首都市中心的盛大阅兵式为开场，共和国宣言就是在这里发表的。城市里万人空巷，甚至连河里的舰船上都挤满了观众。庆典现场喜气洋洋，欢乐的气息使人忘记自己身处在这样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。阅兵结束后，士兵们在邮政总局前列队立正，一名军官打扮的人走到他们面前。然而，出乎人群和在场官员的意料，这名军官的来历并不简单。那人正是穿着独立战争时期将领制服的柯林斯总统。他面向所有人站定，这位爱尔兰的国父以他一贯的口吻说道：“爱尔兰同胞们，在神创造了古老民族传统和先烈的名义下，爱尔兰以我们之口号召他的儿女们集合到他的旗帜之下，为他争取自由。”演讲完毕后，全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而后以热烈的掌声席卷了全场。当人群逐渐平静后，他开始向全国人民发表坚定的讲话。他以坚定不移的语气承认了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，并敦促全体人民团结起来，面对艰难险阻。他接着说，从军事的角度看，复活节起义注定要失败，但它是建立在绝望上的希望，正如爱尔兰目前的处境。在演讲结束时，他宣布4月24日将成为爱尔兰官方的每年一度的独立日。这既是爱尔兰自己的崭新开始，亦是爱尔兰和整个世界关系的崭新开始。哪怕是最不乐观的总结，他的话语也得到了全体政坛人士的暗自钦佩。无论他们现在是什么地位，爱尔兰所有的政治运动，除了保皇派以外，都可以追溯到复活节起义，因此这也是少数能够团结全国的事物之一。至于他所说的新的开始，意味着爱尔兰的未来是维持现状还是激进的变革，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每个人都意识到，虽然局势动荡不安，他们依然能拥有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独立。在这一瞬间，这便是无价之宝。不自由的爱尔兰永不安宁。在完成了经济进步法之后，选择开始农业改革。爱尔兰农村地区发展到目前为止，从来没有被政府重视过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农村便是最好的起点。与欧洲大陆相比，我们的农耕方法已经过时了，而且我们的基础设施也非常落后。下一个国策，我们选择爱尔兰工业发展计划。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，许多家庭甚至无法满足温饱需求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国的民用工业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。通过政府投资建设新的工业，我们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的需求，又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。下一个，我们继续选择重建北方地区。1925年停火之后，阿尔斯特北部的大部分工业尽数毁坏，影响了本国的其他地方。贝尔法斯特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，重建北方地区并对其进行工业投资，会更好地帮助国家发展。不管是之前的农业还是现在的工业，我们都会尽可能的投入预算，让爱尔兰再次伟大。接下来继续选择国家工业投资基金。如果我们想让爱尔兰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，对我们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需要资金来完成我们的快速工业化计划，这会让我们更有效率的、更大范围的建设。当然，这取决于我们能有多少资金用在这上面。下一个，我们选择建立金融和工业发达的首都。英国的工团主义兴起，使得不列颠群岛的主要贸易往来限制在很少的几个工团国家中。这样一来，非工团主义的国家可以把爱尔兰看作一个新的主要贸易国。我们位于美洲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大西洋，只要我们肯努力去发展，并和其他国家进行深入的交往，我们就可以把都柏林建设成下一个伦敦。归功于我国政府的经济和外交行动，爱尔兰经济终于摆脱了黑色星期一，走向复苏，终于结束了。接下来继续选择钢铁之城。钢铁是一种重要的资源，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关系，爱尔兰是少数能够稳定生产钢铁的地方之一。曾经贝尔法斯特有着相当可靠的钢铁工业，但是自从1925年停战以来，大多数企业都陷入停业，并将工厂迁往都柏林。我们可以选择重建这些关闭的钢铁工厂，并以此来获得丰厚的利润。
美国多年来一直处在不断恶化的政治危机中，不过危机已成过眼烟云。现任美国总统认清了当前情况，斡旋调解、处理争端，他娴熟的政治手腕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，既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，也有尚未出生的，毁灭终得到避免。这样的话，美国应该就不会爆发内战了。下一个继续选择爱尔兰童子军。年轻的爱尔兰少年少女经常发现在我们的社会里无事可做，而且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我们的工厂和企业里进行着长时间的工作，这些少男少女经常被留在家中无人照顾。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童子军，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，向我们的青年灌输爱尔兰文化和宝贵的价值观。英国海军呼啸而出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中立岛国旁耀武扬威。对于英国日益增强的嚣张气焰，政治家们认为我们应该向其他势力寻求独立保障，比如德国，甚至是之前的大英帝国。问一下德皇陛下能不能保护我们？德国政府表示将给予爱尔兰在对抗不列颠联盟以外交支持，起码我们在国际上并不孤单。下一个国策，我们选择爱尔兰科技进步委员会。和其他的工业国家相比，我们的科研能力相当脆弱，爱尔兰对科技的投资相当少。如果我们要全力发展我们的国家，进行一些科研项目十分有必要。1916年4月24日，爱尔兰志愿军、公民军和妇女委员会的成员占领了都柏林战略要地，宣告成立自由的爱尔兰共和国。虽然兵力和武器远不如英军，但他们依然奋战了6天之久，而后兵败被俘或身死敌手。被俘的大多数领袖未经审判便被处决，这对爱尔兰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也为爱尔兰赢得独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。虽然最初在政府层面上并没有纪念，但在英国大革命及其后的英爱条约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后，这一情况便发生了变化。如今爱尔兰政府承认复活节起义是武装争取独立，终结700年英国统治的第一场战役。与此同时，每年4月24日爱尔兰各个城镇都会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。在曾经宣布爱尔兰共和国成立的邮政总局前，总统也会在此发表正式讲话。到了1937年5月9日，现任政府成功巩固了统治，赢下了1937年大选。尽管历经狂风骤雨，爱尔兰民主依然屹立于此。复活节起义的目标仍未动摇，建立一个民主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初心理想仍将存续。新一次民主选举也正在筹备，国家议会各主要政党都将参加竞选。我们已让爱尔兰人民再度发声，如今是时候聆听他们的声音了。取得连任的迈克尔·克林斯总统，接下来又会带领爱尔兰共和国走向何方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说，这一集先这样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再见。